这是看星罗密布的一副楼群啊，这是在河北廊坊的三河市的燕郊经济开发区密集的住宅楼群。近5年来，这里已经逐渐成为了北京上班族的睡城。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呢，主要原因是房价更便宜，还有的人因为没有北京的户口，所以呢也只能在这里买房啊。最近拍了很多楼，但眼前的画面依然让我震撼。虽然我没有在这里住过，但我也曾是他们其中一员。我们看着大厦因梦想而拔地而起，却又不知道梦想何时能来。它离北京这么近，却又远隔天边。这里是燕郊，一个为北漂而生的地方。还有座呢。别插队，我们上完呢。4点半，去北京的魏公村上班2个半小时。每天要排多长时间？ 40分钟，1个小时。过去总可以看到一些视频，住在燕郊的人每天为了通勤起早贪黑，犹如蝼蚁。但整个北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之前的同事有住在房山的，早上10点要赶到望京上班，也有住在通州的，在中关村上班。不熟悉北京地理信息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查一下，这到底有多远。这些每天将近100公里的路程，就是他们生活的希望。但燕郊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属于北京，所以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没有北京高昂的房价与房租，回家后不用挤在一个只有隔间的小房间里。周末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阳光充沛的阳台上喝一杯咖啡，独享一个属于自己的 moment。 这里吃一顿饭至少也比北京便宜30%，生活压力的下降让焦虑感也会下降很多。这里在过去的10年里，唯一的问题便是通勤。近日，北京副中心工程办表示，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了河北省发改委审批。这意味着，作为首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轨道交通在建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燕郊每天至少有9万人要从这去北京上班，除了地铁和飞机，各种交通工具几乎都要聚齐了。这2年，摩托车在北京的火爆，也让燕郊的交通增加了更多拥堵。我们早高峰也被堵在了燕顺大街。所有住在燕郊的人都知道，这个22号线将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通车那天，除了名义上没有承认燕郊属于北京，其他一切都和在北京没有区别了。30分钟就能到达东大桥，代表了这里所有居住的人最后的一点焦虑也会大大减少。当然，也可能再次改变这里的房价，让本来这里已经平静的房价变得不可接受。而那些在房价最高峰买房子的人，可能是最期盼这一天早一些到来，解套走人。这次我们还到了一个正在建的地铁看了看，虽然这个在一片农田中间的工地，地面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个还没建好的地铁站周边已经又开始炒作楼房了。一个万达的商业项目正在准备一场推荐会，在一片孤零零的荒地上矗立了3个楼，果然还是地产商的行动最迅速。
就是趁着地铁建好之前炒作地铁板块，这像极了10几年前的北京。当然，我相信所谓的地铁项目依然有大量的人去抢购，毕竟这里住着几十万人，地铁对很多人来说既是投资机会，也是居住需求。我其实挺惊讶燕郊现在的一个街道状况。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一个镇的行政级别，我完全以为这是一个国内的3线城市，甚至更好。单论街道的干净整洁程度，和北京也没有太大差别了。而这里生活确实比北京更舒适一些。我们在一个比较典型的小区里转了转，硬件配置比起北京的普通小区确实高上了不少。巨大的游泳池，放暑假的孩子们在自己的小区里就可以上游泳课。羽毛球场、篮球场，北京的很多普通小区也没有这些配置。比起北京来，这至少有些生活气息吧。当然，我发现这里虽然外在的硬件不错，可是软件就不怎么样了。看起来华丽光鲜的表面，细节处处透着管理和素质的低下。这其实不但是燕郊，也是北京的问题。这个话说来就长了，以后有机会聊北京的时候，我们细细聊。中午吃饭，我正好在市中心的一个集市转了转，完全没有想到一个小区如此密集的地区中间，能有这样一个便民市场。你几乎能买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如此接地气且规模还挺大的一个市场，在北京就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不就是我们普通小城里最普通的一个集市吗？这让我觉得挤在北京的鸽子笼里的一个个人矿们着实可怜。为什么城市的建设要背离人们的需求呢？为了城市所谓那些美观，难道就可以牺牲人们的生活吗？我不展开了，这个话题可以没完没了。而且我可能会越说越气，毕竟过去我也是个人矿。还是让我们看看这个集市里大师傅炒饭吧，还是这个看着舒服。对，老板，后边还有2份。对。接下来呢，我们又转了几个小区。别看这里建得高大上，但一个个楼压楼，让人喘不过气。我也知道，全国绝大多数的小区都是这样，谁叫我们迷恋高楼呢？从2017年的最高点到现在，燕郊楼市过山车一样的价格已经闻名全国。而燕郊呢，最近能上新闻的大概也就是这类消息了。那些年的疯狂换来都是痛彻心扉。我们也走访了几个燕郊的房源，有的地段还行，有的地段很偏。虽然房价已经回归理性，但都是一些小户型，一看就是给北漂准备的过渡性住房，而价格也回到了1到2万比较理性的水平了。燕郊的房价其实和未来的发展密切相关。显然，北京已经把燕郊纳入了整体规划，地铁的通车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上涨。但经历了上一波的房价下跌，显然购房者都变得理性了很多。加上现在全国房价都处在一个下跌的区间，就连北京自己呢也无法独善其身。燕郊的房价估计也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现有水平了。
燕郊大部分的人生活在这21平方公里里，这21平方公里里有13家物美超市、9家麦当劳、11家肯德基、4家海底捞、4家星巴克、2家瑞幸、60多家酒吧。请问全国哪里还有这样的小镇可以和它较量一下？我本以为燕郊其实就只有居住区，谁知道这里的商业配套已经做得比较成熟，各种大型的购物中心一个都不少，俨然是一个成熟的大型社区，甚至比我以前住的回龙观还要好很多。毕竟房价便宜，实体经济自然会好很多。晚上也有夜市小店可以逛吃，虽然说不上高档，但也能满足各个阶层的人的需求。街边还有很多旧货地摊，满足更为廉价的消费。这个时间段出来摆摊，我觉得大概率也是因为城管下班了，要么就是燕郊这里也顾不上评选什么文明城市。反正我觉得这样挺好，总要有能满足这些人需求的地方吧。最后，我们还是去了一趟本地最出名的景点天子大酒店。我知道这是个山寨货，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奇怪的建筑是燕郊的地标，来都来了，就朝拜一下吧。虽然看起来已经有些破旧，而且现在的酒店也是停业状态，但我们从老板口中得知，这个酒店很快就要重新装修并投入使用。说实话，如果我还有机会再来燕郊，一定要在这几个圣人肚子里睡一晚。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惊喜。但话说回来，这显然不是我喜欢的建筑风格，但它有特色呀。这种特色并不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领导，而是满足了老百姓的一种群体审美需求。用最俗的话讲，就是接地气。我想大家都去过中国很多的小城市，是不是都千篇一律？而特色这种东西啊，反倒是人们最需要，但早就被我们的城市建设者抛之脑后了。我是一个80后，在北京生活了20年，这次是我第一次来燕郊。和我之前生活的回龙观一样，这里就是为了北漂有一个居所而存在的地方。你说它现在衣食住行什么都不缺，地铁也快要通车了。在北京东边工作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把这里作为自己租房和购房的考虑。但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20多岁时在回龙观的生活。你说有什么生活吧，基本就是没有。自己住在一个离城市中心相当远的地方，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房价我能接受得了。医疗教育资源那时候我也没机会用，而娱乐购物几乎没有，仅有的一点餐饮也就是一个能填饱肚子的水平。而现在的燕郊和当年的回龙观就很像，除了睡觉吃饭没有别的生活了。对于年轻人，他们需要能够有更多聚会的地方，能够释放自己能量的一个空间，或者也可以说需要一个展现自己的空间。而难道我们这些住在回龙观、住在燕郊的人就不需要吗？再别说那些在西二旗上班、住在沙河、鱼辛庄的青年们，他们白天挤在办公桌里，路上挤在公交车上，而晚上还要挤在城中村中。而如果你想泡个吧、看演出，夏天和朋友们一起吃个大排档，等等等等，就只能等到周末到4环内，然后再打100块钱的车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你问我怎么看燕郊，我真的没啥看法。如果你怀揣着一个在北京闯荡一番事业的心，我觉得我上面说的那些可能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回归平凡，他们要的只是一种平凡的幸福。而北京，包括燕郊在内，大概率只会让你失望。在这里，你注定漂泊，而不是你真正的家。